嗨，欢迎回来，我是绿子。没错，现在在我手上呢，就是2024苹果推出的2款全新11寸 iPad。在我左手边的是搭载新一代 M4 处理器，搭配全新串联式 OLED， 并且拥有120Hz 萤幕更新率的 iPad Pro 2024。而在右手边这一台，搭载的就是老款 M2 处理器，搭配上传统只有60Hz 萤幕更新率的 LCD 萤幕 iPad Air。2款在效能和萤幕上明显有一段差距，不过不只是规格有差，重点是这2款的价差也非常大呀。我们这以储存溢价最少的最低规来看就好 ，iPad Pro 最低规是256GB 起，台湾正式售价34900，而 iPad Air 最低规是128GB 的储存空间，售价19900，所以2台的基础版价差直接来到了15000。毕竟我们知道 iPad 不是手机，一般用户买 iPad 不太会有大容量需求，所以销售榜上最小容量的版本依旧是主流选择。而如果同样都是256GB 的版本 ，iPad Air 的价格来到23400。所以，就算是同样容量，256GB 的 Pro 和256GB 的 Air 还是有11500的价差，所以价差来到了11000到15000，到底要怎么选，是真的需要谨慎思考啊。某种程度上，今年的 Pro 从价格上就很明确了，苹果就是要拉开2个系列的价差和分众，Pro 就是真的给那些有 Pro 需求的用户入手的。所以2款究竟要怎么选呢？别担心，这块 OLED 萤幕的真实表现如何 ，M4 的效能到底需不需要直上？本期节目我们同样会有详细的数据测量、详细的应用场景实测，大家坐稳，那我们就开始喽。我们一样先从外观看起，但是外观我就只讲重点就好，不浪费大家时间。首先还是先来看到 iPad Pro 2024。这代 iPad Pro 在外观上最大的亮点就是厚度非常薄啊，官方规格11寸的版本只有 5.3mm， 也就是0.53公分。我们实际测量大概是 5.32mm。作为参考，实测 iPad Air 2024的厚度是 6.21mm， 重量实测 iPad Pro 是444克，而 Air 只是461克，所以这一代的 Air 也不 Air 了，无论是重量还是厚度都比 Pro 厚重了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就是受益于全新的散热架构和 OLED 屏幕 ，iPad Pro 的瘦身是真的有感的。实际上手，你可以明显感受到 iPad Pro 是真的更轻又更薄。但如果是说长时间用下来的手酸程度的话，这2台的重量差距是不会到非常明显的。而在机身配置上，2台的按钮都在机身顶部，不过可以看到 iPad Air 这边的电源键明显比较大。没错，这代的 iPad Air 依旧没有上 Face ID， 还是实体指纹辨识。实体指纹的优点就是速度还是比较稳的，按下后几乎都能成功解锁。再搭配上苹果还会有一个延迟进入主画面的设计，所以体感上也是比较流畅的。不过实体指纹在直觉性和解锁速度上都还是没有 Face ID 来的方便，平板上用脸部辨识还是比较实用啦。音量键都是在机身右侧，2者也都有上下总共4排的开孔。不过要注意哦，虽然都是4排开孔，但是只有 iPad Pro 用的是4扬声器的设计 ，Air 这边则是双扬声器。最后提一下，这2台的 iPad 依旧是没有防水设计的，这点就有点可惜没有跟上。防水我们说过，倒不是要带 iPad 下水，而是日常使用上会更加无忧，尤其是如果要拿来工作的设备也会比较安心。而在盒装配件上 ，iPad 系列都还是不环保的盒装设计，2款都是随附20瓦的充电组以及编织设计的线材。不过实际上，虽然随附的是20瓦的充电器，但是其实2款都可以知道 PD 40瓦的协议。经过实测 ，iPad Pro 其实都可以稳定达到35到36瓦的快充瓦数。所以若想要发挥完整的充电效能，可以搭配更高瓦数的 PD 充电器。而说到充电，像是我们抢先体验的这颗 Castify 67瓦充电器，这转的会不会太顺？单孔之下，2孔都可以达到最高67瓦。经过实测，可以成功吃到 iPad Pro 最高35到36瓦上下的快充。实测充笔电可以达到最高65瓦的充电协议，根据型号可以到60瓦以上。实测也可以触发三星20瓦的 PPS 超快速充电，最高可达28瓦的快充瓦数。双孔之下呢，最高45瓦加20瓦。上面这个笔电图案就是40瓦的孔，所以你要拿来充原厂30瓦的 MacBook Air， 再同时充 iPhone 也没问题。此外，不只是充电器 ，Castify 还带来了最长2公尺、最高支援240瓦快充的充电线，通过3万次屈曲以及50公斤的拉扯测试。MagSafe 系列则是有2合1的无线充电座，上面可以 MagSafe 充 iPhone， 下面可以充任何气的设备，所以不只是 AirPods 可以充，你要充三星耳机也没问题。还有车用无线充电器，这款有7 2.0的认证，最高可达15瓦。
随后是磁吸行动电源，拥有5项毫安时可以 make safe， 并且上于 Casetify 的产品全部都有多种颜色、多种印花，甚至部分款式还可以客制化你想要的文字和图案。有兴趣的朋友，现在置顶留言就有连结，可以到 Casetify 的官网看看喽。接着，我们就直接来看这2台大家最关注的重点——效能。我们这次测试的规格还是简单再带一下。手上这台 iPad Pro 是搭载少1颗效能核心，只有3颗效能核心的盖版 M4。如果你是购买 1TB 以上的版本，就会有4颗效能核心，搭配上 256GB 的入门 WiFi 版本。而 iPad Air 则是 M2 处理器，搭配上 128GB 的储存空间。我们这边也顺手测了一下，苹果最近越来越省的储存速度表现。iPad Pro 256GB 的储存读写速度可以达到1806 Mbps 的读取，以及1663 Mbps 的写入，而 iPad Air 则是可以达到1283 Mbps 的读取，以及974 Mbps 的写入。我们就直接来看基础效能。首先来看 CPU 效能，我们看 Geekbench 5。首先来自 M2 iPad Air 在 Geekbench 5当中拿下单核1905分，多核8595分，而搭载 M4 处理器的 iPad Pro 虽然是盖版，但跑分依旧拿下了单核2618分，相比起 M2 的 Air 提升达到 37.4%， 多核更是来到11409分，提升同样来到 32.7%。而在 GPU 效能上，我们先来看 SandyMark WildLive Stream。M2 iPad Air 在 WildLive Stream 当中拿下了5999分，M4 iPad Pro 则有 39.8% 的大幅提升，来到8388分。在测光追效能的 SandyMark Solar Bay 当中 ，M2 是7884分，M4 的提升非常大，来到了14385分，翻了1.82倍。而在 AI 效能测试上，在 Geekbench ML 当中 ，M2 拿下了3471分 ，M4 则有 35.5% 的提升，来到4706分。所以看到这里，应该可以理解 M4 这头猛兽是真的强了吧？因为别忘了 ，M2 其实也是一颗很强的处理器。同时，因为 M4 主要还是 for PC 的定位，这次这么快把 M4 用在 iPad 上，主要还是为了 AI 效能铺路。所以从笔电角度来看，竞争对手的 AI PC 系列处理器，像是 AMD 新的 Ryzen AI PC、Intel 即将登场，采用台积电3奈米，架构还大改了 Lunar Lake， 还有高通的 Snapdragon X 系列都来势汹汹。苹果在这个 AI 节点的确需要端出点好料出来。不过这些都还只是理论效能，究竟实际表现，这将近40%的效能提升是否真的有感呢？这期节目我们还是以实测为主，所以我们主要分成大家关心的游戏效能，以及 M 系列主打的剪辑专业效能2块来测，也是一般玩家和专业用户比较注重的2个场景。首先来测游戏效能，我们就不浪费大家时间，直接进入到效能测试软体原神。直接测原神须弥最高画质，特效也全部开到高60 FPS 的模式，统一200尼特的亮度之下 ，M2 iPad Air 的平均帧数来到56.6帧。可以看到，从12分钟后开始 ，M2 iPad Air 就开始有比较明显的浮动和掉帧的状况，而 M4 iPad Pro 这边就稳如泰山，全程60 FPS 一直线，并且大家要知道，苹果平台上的原神解析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60 FPS 的确是稳定输出下的表现。另外还有2个有趣的事实，第一个是功耗 ，M2 iPad Air 用了 9.235 瓦的平均功耗，拿下了平均 56.5帧的表现。而 M4 iPad Pro 呢，平均功耗 9.267 瓦，没错，2台的平均功耗都落在了 9.2 瓦上下，意思就是 M4 iPad Pro 用了同样的整机功耗就征服原神。看来新的 OLED 屏幕和新架构多少都有帮助。另一个关心的指标是温度，平均功耗 9.2 瓦之下 ，Air 正反两面来到最高 39.7 度，将近40度，而 Pro 则是最高只有 35.5 度，看来新的散热架构的确有发挥出来。接着，我们来测负载更重的崩坏星穹铁道，最高画质、特效也全部开到高的60 FPS 模式下，在连续半个小时的游玩后，这次我们先来看 iPad Pro， 平均帧数只有56 FPS， 大概从16分钟后开始就撑不住了，开始抖动降频。那 Air 不就更不妙了吗？事实证明，真的不妙。从第9分钟后开始 ，M2 iPad Air 就撑不住了，平均帧数只有47.4 FPS。而如果我看到功耗 ，iPad Pro 并不保守啊。整机功耗这时候已经来到了 12.291 瓦，非常可观，所以平均56 FPS 这头猛兽也是尽力的。而同时 M2 的 Air 后半段都在降频嘛，平均功耗只有 8.6 瓦，重点在平均12瓦的洗礼下，其实最高温也就是在38度上下而已。而 Air 这边是真的撑不住，已经来到 41.2 度了。我们来跑一下 SandyMark 20人的压力测试。
可以看到 M4 从第2轮开始就缓慢降频，最终稳定度只有 61.9%。虽然这代 Pro 有多了很多散热设计，但没有风扇就是无法驾驭这头猛兽。而采用老架构的 M2 这边，稳定度就只有 52.8% 了。游戏测完，接着来测3款最主流的专业剪辑软体的输出表现，分别是苹果第一方的亲儿子 Final Cut Pro、Adobe 旗下的 Premiere Rush 以及 DaVinci Resolve。我们统一实测20分钟 4K 422，经过简单剪辑和调色，最终进行输出。首先来测亲儿子 iPad 版 Final Cut Pro。M2 iPad Air 总共耗时7分57秒输出完成，而 M4 iPad Pro 则省下10%的时间，花了7分9秒完成输出。接着来测 Adobe Premiere Rush。M2 iPad Air 总共耗时7分54秒完成输出，而 M4 iPad Pro 则省下了8.9%的时间，花了7分12秒完成输出。最后来测 iPad 版 DaVinci Resolve。M2 iPad Air 总共耗时5分43秒输出完成，而 M4 iPad Pro 则省下了4.2%的时间，花了5分58秒完成输出。所以同转来看，目前盖版 M4 在输出效能上大概就是省下5%到10%左右的输出时间，没有理论跑分来的大。加上这次的输出引擎其实也不是主要的改款项目。效能段落的最后提醒要留意，这2台底部的 USB-C 接孔规格也是有差的。iPad Pro 这边最高支援 Thunderbolt 4协议，最高可达40 Gbps 的传输，但是一般存档其实也出不满。前面我们就测过储存极速大概就是1800上下，而 iPad Air 这边则是 USB 3协议，最高就是10 Gbps， 不要是祖传的 USB 2.0 就好。所以 Air 这个 USB 3理论上是非常够用的吗？我们这边也直接实测，从三星 T7 随身 SSD 复制一个 16.32GB 的 zip 档到 iPad Pro 只需要46秒就能完成。而同样的档案在 Air 上面的确比较慢，但 16GB 也只要1分9秒就能够完成，所以主要就是看你有没有 Thunderbolt 4的外接需求。但 iPad 的 Thunderbolt 4受限于系统，其实也没有太多可玩性就是了。另外，这2台 iPad 也都可以透过 USB-C 进行 DisplayPort 的画面输出。在开启目前调度之后，连接上键盘滑鼠，在文书体验上的确好多了。不过我先前尝试用 iPad Pro 文书好一阵子，结论就是能用，但是笔电还是你更好的选择。尤其你看看价格，现在 iPad Pro 搭配上加购9890的巧控键盘，也就要接近4万5，而且这还只是一台11寸的 iPad 呀。同样的价格，你已经可以买13寸的 M3 MacBook Air 256GB， 只要3万6，还再找个你9000。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拿来文书、剪辑、微 coding， 现阶段的 iPad 就是能，但整到下来的 CP 值不高，而且大多数的专业软体还是只能支援 Windows 或是 macOS， 受限于 iPad OS 的 iPad。如果你要认真拿来工作，真的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所以还是要理清 iPad Pro 在工作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这块萤幕具有触控功能。除此之外啊，这头搭载了 M4 的猛兽真的是有点被系统给限制住了。苹果已经 M4 了，真的不考虑打通一下吗？我相信大家敲碗的不仅仅只有 Final Cut iPad 版呀。而在续航力部分，我们实测游戏、剪辑输出以及影片播放3个主要的指标。iPad Pro 搭载是 31.29 瓦时的电池 ，Air 就是 28.93 瓦 ，Pro 略大一点。所以以前面测过的原神半个小时来说 ，iPad Pro 消耗了18%的电力 ，Air 则是消耗了20%。而如果是影片输出，我们透过 Final Cut 输出一部20分钟的 4K 影片 ，Air 消耗2%的电力 ，Pro 则是3%。最后影片播放上，同样200尼特观看半个小时下 ，Air 消耗了6%的电力 ，Pro 则是4%。而在充电表现上，我们同意使用盒装随附的20瓦充电组实测。在当年的充电测试中 ，iPad Pro 1小时可以充47%，完整充满需要耗时2个小时26分，这个充电速度有点慢啊。而 iPad Air 1个小时可以充50%，完整充满耗时2个小时24分钟。这边也加测，如果用瓦数更高的 PD 充电器 ，iPad Pro 最高大概可以到36瓦 ，Air 最高就是30瓦。实测透过高瓦数 PD，iPad Pro 半小时就可以充满40%，Air 30%，Pro 1个小时就要72%，Air 59%，Pro 完整充满只要2个小时整 ，Air 2小时14分，所以 Pro 大概可以省下半小时的充电时间 ，Air 则是差不多。最后我们看到影音娱乐，话说这个 iPad 有着买前生产力、买后 Netflix 的称号，所以专门拿平板追剧的朋友也不在少数。买平板只拿来追剧的朋友，这次最关注的一定是 iPad Pro 终于换上了一块 OLED 萤幕啊！重点是这块萤幕也非常顶，
采用的是最新的双层 OLED 技术。苹果台湾的官方翻译是串联式 OLED， 优点就是亮度更高，并且可以提供更稳定的 OLED 寿命。官方宣称 HDR 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600尼特，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来实测验证有没有这么强，并且这块屏幕拥有10到120赫兹的 ProMotion。而 iPad Air 这边就略显平庸了，采用的是一块 IPS LCD 屏幕，并且还是万年60赫兹500尼特的最大亮度。我说苹果这个 iPad Air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10000元的 Air 了，入门版就已经要19900，给个 LCD 可以理解，但是不上120赫兹，甚至连90赫兹都不给，这是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2024年，即使苹果动画有加成，但是60赫兹在11寸的 LCD 上，光是退出 App 回到桌面就明显在卡。更不用提滑网页、滑脸书，残影真的明显可见。真心期待之后苹果可以在更新率上搭一把，真的不是只有专业用户才会滑到网页啊。尤其如果是纯追剧用户的话，这块荧幕也就显得略微逊色。毕竟 iPad Air 都已经开到19900，别忘了现在这个价位带还有谁？还有降价后的旗舰 OLED 荧幕守门员，三星的 Tab S9，用的是一块 Dynamic AMOLED 2X 的120赫兹高更新率 OLED 荧幕。在峰值亮度上也来到800尼特的表现，所以如果说要打纯追剧用户的话，那就又会碰上目前的 OLED 护板神机。扯远了。不过在显示效果上 ，OLED 和 LCD 真的就是肉眼可见，除非是为了 PWM 坚持选 LCD， 要不然受益于 OLED 纯黑不发光的特性，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OLED 在显示黑色时是可以完全关闭像素点，也就是所谓的近乎无限对比，达到全黑，也不会有 LCD 在低光环境下的异光问题。所以简单对比这种明暗对比强烈的场景时，就能看到左边的 OLED 在暗部区域非常深邃，而 LCD 这边因为有背光的特性，所以多少会有点干扰。此外，相比传统 LCD，OLED 在可视角的表现上，还有低延迟、低蓝光的特性上也更占优。苹果，下一代 Air 真的至少该来个120赫兹，或是来个单层 OLED 了吧？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实测，我们就来测这次官方重点宣传的荧幕亮度。经过我们实测 ，iPad Pro 的这块串联式 OLED 屏幕是真的有料，在全白最大亮度下可以达到破千尼特的亮度表现，而在1%的显示面积下，峰值亮度更是可以突破1700尼特的表现，超越官方标示。即使到了25%的显示面积，也还有着1600尼特以上的表现。而 iPad Air 不管是多少显示面积 ，SDR 还是 HDR， 都只有最大530尼特左右的表现。而在显色表现上，可以达到99.9%的 sRGB 以及98.7%的 P3 色域覆盖。iPad Air 则是可以达到99.9%的 sRGB 以及97.4%的 P3 色域覆盖。色准部分，目前我们只能实测 CCT 丢台1，经过实测 ，iPad Pro 的 CCT 落在6600K 上下 ，CCT 丢台1更有着1.92的表现。这个数字我们也希望在小于2才够准，所以 iPad Pro 过关。而 iPad Air 则是来到6700K， 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代 iPad Pro 变暖是正常的，但也可以说 Air 变冷，因为 Air 的 CCT 丢台1就来到2.68，色准就相对普通了。而在频产上，我们也实测在低亮度下 ，iPad Pro 的这块串联式 OLED 就是常规的480赫兹的表现，最低亮度则是240赫兹。而在音效体验上 ，iPad Pro 是4喇叭，而 iPad Air 就是双喇叭。以下我们直接提供一组外放对比，供大家参考。而在相机上，这代的 iPad Pro 居然砍了超广角，也用来室内设计 demo 防撞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而在规格上，两台都是 f1.8 1200万画素的主镜头，不过 Pro 这边多了原彩闪光灯，然后 iPad Pro 还多了全机总共4个麦克风的设计，正面有1颗，背面1颗，2颗在侧边，你看到侧边这个小开孔就是了。而 iPad Air 则是正反两面各1颗。另外，因为这台只有单镜头，所以也没有支援 Vision Pro 的空间影片、空间照片的拍摄能力。录影部分，两台都支援最高 4K 60的录影，但是 Pro 这边多了最高 4K 30的 ProRes 可以选择。不过要注意哦，如果你也是购买256GB 版本的 iPad Pro，
那 ProRes 最高就只能支援 1080p 30fps 的规格。另外要注意，不像是 iPhone、iPad Pro 的 ProRes 是无法透过内线拍摄，所以设定选单你也找不到 ProRes 的选项。但是你可以透过第三方的 App， 例如实测 Final Cut Camera 就可以找到 ProRes 的选项。不过这个 Final Cut 相机也是只有 iPhone 的版本，所以建议当成有支援就好。以下我们简单提供几组样张让大家参考。来一组 4K 60的录影。最后来统整一下，这代的 Pro 就是真的完全 for Pro， 从桌边规格上就分得非常明确。但是经过实测，目前 M4 虽然理论效能是真的强，但是在游戏和剪辑上又没有跟 M2 真的拉开明确的差距。而在周边上 ，Pencil Pro 操控键盘也都有各自的版本，所以对一般用户的差异，我认为主要有3个：一 LiDAR， 如果是工作需要拿来建模的朋友，这目前还是只有 Pro 版专属。2 OLED 萤幕，追求顶级显示表现的创作者、追剧用户。但前面也有提到，纯追剧上 Pro 最低也要3万5，真的是预算有点高。其实同样11寸的 Tab S9是 CP 值更高的选择，纯追剧买 Air 是真的有点可惜。3一定就是120Hz， 游戏 M4 和 M2 可能分不出差异，可是对 In-game 玩家来说，60Hz 和120Hz 你一定分得出来。其他小细节包括了 Pro 相机有支援 ProRes，Pro 有4个喇叭 ，Pro 有4个麦克风 ，Pro 有 Thunderbolt 4，Pro 充电速度更快。Pro 比 Air 更轻薄，这些就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即可。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最近又是新机连发呀，这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把重点都测完了。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最后，节目制作不易，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超级感谢按钮的方式，直接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